最近欧美的 YouTube 圈爆出了一个号称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网红诈骗丑闻，就连 MrBeast 在内的多位千万级 YouTuber 都中招。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Honey 诈骗网红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如果你平常有在关注欧美的 YouTube 圈，最近一定被这个 Honey 事件疯狂的洗版。Honey 呢是一个浏览器外挂，号称可以帮用户在网购的时候找折扣省钱。他们最有名的一点是业配量超级的铺天盖地，从 MrBeast 啊、PewDiePie 到 MKBHD 等等，所有欧美一线的大咖 YouTuber 都帮他们宣传过。但没有想到呢，去年底 Honey 被爆料说会利用技术去偷这些网红的业配分润。很多网红这个时候才发现 ，What？ 我居然一直在帮一个会偷我钱的东西业配。那大家呢才开始反过来大力的呼吁大家不要下载，甚至呢在法律 YouTuber 的带头之下，对于 Honey 提告。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这个 Honey 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 ，Honey 用什么方法怎么偷走了网红的钱，他们后续对于整个网红生态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过年发红包，大人正好可以为孩子进行理财机会教育，尤其推荐大家入手这一组能够帮孩子建立正向金钱观的芒狗狗幼儿财商启蒙绘本礼盒。礼盒中的3本绘本呢，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观念，理解钱的意义，还有小猪铺满能够将收到的压岁钱存起来，学习储蓄的概念，以及可爱的零钱包，让孩子练习小额消费，有计划的运用收到的红包钱。想让孩子与身边的育儿父母都能够趁春节展开机会教育，为孩子养成终身受用的理财价值观，那芒狗狗财商启蒙绘本礼盒就是你送礼自用2相宜的第一选择。现在是过年物流截止前下单礼盒的最后机会，不但有免运优惠还加码赠送芒狗狗蛇年红包，礼盒红包一起送，兼具内涵与体面。输入我的折扣码七七推荐呢，全站商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点击资讯栏了解更多吧。那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次的主角 Honey 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要上网买东西，选好东西放进购物车要结账的时候，会看到一栏使用优惠券的选项。但如果你手边没有优惠券，是要自己上网去找，不只是很麻烦，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够用，大部分呢应该是干脆就算了。但 Honey 呢就宣称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Honey 是一个免费安装在你浏览器上面的扩充功能，它最核心的功能是，只要结账的时候点它一下，它就会自动搜寻网络上面最好的优惠券，帮你直接套用进去，1秒省钱。另外呢，还有提供所谓的 cashback 功能，也就是在他们合作的平台买东西的话，会额外给你一些点数回馈等等。基本上呢，也都是帮用户多省钱的服务。能够省钱，谁不想要呢？ Honey 很快就窜起，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购物工具之一。在2019年的时候，它每个月呢拥有超过1700万名的活跃用户。不过有趣的是，其实类似的服务跟产品市面上面也不少见。那为什么就 Honey 最强呢？不少人认为原因跟他们超级大手笔的行销策略有关。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支付服务的巨头 PayPal 用了大约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Honey， 进一步整合了 PayPal 的各种服务，宣称让用户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惠。不过除了富爸爸之外，不少人认为 Honey 成功最大的关键是 YouTuber 的业配，像是台湾人很熟悉的 MrBeast， 还有1900万订阅的 MKBHD 等等呢，一线 YouTuber 几乎都有接过他们的业配，呼吁观众下载和使用 Honey 来省钱。而根据等等要出场的 YouTuber MegaLag 的统计呢， Honey 至少赞助了超过1000个不同频道的创作者，有约5000部的 YouTube 影片，累积的观看次数高达了78亿次。这个行销力度呢，可以想象成是台湾 VPN 业配等级在欧美，只要你有在看 YouTube， 就几乎不可能没有听过他们家。而且这还没算进各种一线科技媒体的推荐，在 NBA 曝光行销等等，让 Honey 被包装成了家喻户晓的省钱神器。在最巅峰的时期呢，甚至有超过2000万名的用户。那虽然中间呢还是有过零星的抱怨跟质疑但大致来说，在网红跟消费者之间都是好评不断。一直到2023年的12月，一个纽西兰的 YouTuber 发布了一支影片，引爆了这场风波。2024年12月22日，纽西兰的 YouTuber MegaLag 呢发布了一支叫做揭露 Honey 网红诈骗的影片。他在影片当中指控说 ，Honey 其实不只是在偷走网红的钱，就连消费者也都被骗了。我们先说网红的部分MegaLag 指控呢 ，Honey 扩充功能会覆盖掉网红的分润连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先稍微的解释一下所谓的网红分润或是联盟行销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简单来说，联盟行销的核心是要让厂商可以找到网红帮忙卖东西，然后每个网红卖多少，就按照某个谈好的趴数分佣金给网红。但是厂商呢，一次会找很多的网红业配合作，要怎么样知道哪个东西是谁卖的，佣金要给这个人呢？那这个时候厂商呢就会提供一个专属的联盟行销连结或是折扣码给网红。虽然折扣码和连结的运作方式有点不同，但是可以简单的想象成说，这些给网红的连结里面会买一个追踪码，你点击这个连结去买东西结账的时候，系统就会记下这个网红追踪码，让厂商可以知道要把佣金给这个网红。那当然这里呢还可以讲的比较复杂一点点，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看了3个网红推荐某个鞋子，但是点了最后一个网红连结，算法可能又会不同。那比如呢，有的是简单暴力直接算给最后一个人，有的做法呢是平分给3个人，或是更复杂的就是按照大家影响消费的程度去拆分等等。这边比较复杂就不多说了。那理解这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拉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争议的重点呢，在于 Megalag 发现Honey 在给网红的追踪码上面动了手脚。Megalag 指说，当你点击了网红的连结并准备结账时 ，Honey 会跳出来问要不要帮你找优惠券。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当然会说好啊。但只要点下去不管 Honey 最后有没有找到优惠券，他都会偷偷的修改消费者的浏览器 cookie， 把原本属于网红的追踪码改成了 Honey 自己的。这就等于说呢，是网红努力宣传业配卖出的东西，但是最后一刻佣金默默的被 Honey 给拦截。那这些钱去哪里了呢？我们前面呢也有提到，这个 Honey 有个点数回馈的机制，这些从网红拿来的钱是用来回馈给消费者了吗？似乎也没有，因为 Megalag 实测自己用自己的业配连结买了一个 VPN 服务。那依照原本的分润比例，这次的消费呢会给网红 Megalag 40% 的佣金，但实测结果发现 Honey 直接解走了网红这边40% 的佣金，但回馈给用户的点数只有不到 1% 的金额，这中间消失的39% 去哪了？怀疑就是进了 Honey 的口袋。而且更扯的是 ，Honey 不只是涉嫌偷走网红的佣金，就连一般的消费者也可能被骗了。Honey 一直宣称自己的系统能够在超过3万个网站上面帮你搜寻到最好的优惠券，帮你轻松的省钱。但 Megalag 却发现，有些商品随便 Google 一下就会出现更大折扣的优惠码，但是呢 ，Honey 却只给用户比较差的选择，甚至直接表示没有找到任何的优惠。而且 Megalag 进一步指控 Honey 这样做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好不小心，其实是故意的。他觉得有2种可能性。第一呢 ，Megalag 怀疑Honey 优先推给用户的折扣码，实际上呢是跟厂商谈好可以给 Honey 比较多佣金的折扣码。但对于用户来说，这折扣码的价格往往不是最便宜的，等于是为了自己赚多点佣金而欺骗消费者。第二 ，Megalag 呢在 Honey 招商的 Podcast 跟他们的官网当中发现，跟 Honey 合作的厂商似乎可以控制他们要在 Honey 上面显示的折扣码。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某个服饰店今天为了吸引客人而发放了很多的8折优惠券，但他们如果跟 Honey 合作，似乎就可以要求 Honey 只推95折的优惠券代码给用户。但因为一般人既然用了 Honey， 也不会再特别的自己去找折扣码，大多数就直接买下去。那这对于厂商来说，就等于是少给用户 15% 的折扣，省下了一笔钱。可是呢，问题在于，这等于 Honey 实际上是在帮助厂商阻止消费者找到最优惠的价格，跟他们答应要做的事情完全相反。而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当然就引起了很大的风波。Megalag 的影片发布之后，马上大延烧，目前的观看次数呢已经超过1400万次，也引起了其他知名 YouTuber 的热烈回应。像是 MKBHD 就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呼吁自己的粉丝卸载 Honey， 还有其他多位几百万等级的 YouTuber 也都直接表示再也不会跟 Honey 合作。这些负面声量呢，不但让 Honey 面临了极大的公关危机，也在2周内就减少了大约300万名的用户，而且就连其他类似的工具也都被波及在内，战火持续的延烧当中。另外，美国律师 YouTuber Legal Eagle 呢，也已经代表创作者们正式提出集体的诉讼，指控 Honey 阻止了数十亿美元的佣金进入创作者的口袋，要求赔偿并停止置换追踪码的行为。那针对这种种的质疑 ，Honey 怎么说呢？在我们截稿为止呢 ，Honey 本身其实还没有公开的回应这些质疑。不过呢 ，PayPal 的副总裁有回复记者的提问说，我们否认诉讼当中指控。他表示Honey 遵循的是最后点击归原则，也就是把佣金呢算在最后一个触发消费的人头上面，表示这是业界很常见的做法。不少人解读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他认为 Honey 本来就是消费者接触到的最后一关，他们也有帮忙找优惠来推动用户下单，这个做法并没有问题。
另外呢，前 Honey 高层也发声支持 Honey， 认为 Megalag 的指控过于简化。他表示，虽然 Honey 有修改浏览器的 cookie 追踪，但因为看不到具体的修改内容所以有可能呢只是帮忙找优惠对于卖出去东西有贡献的这个 Honey 加进去这个分润里面，不代表 Honey 直接抢走了网红的所有分润。另外，因为目前的这些追踪机制呢也还没有非常的稳定，所以有可能是偶然的技术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次对于 Honey 提告的律师呢认为 Honey 的做法充满了欺骗性与隐蔽性。不少人认为，不管这一次的诉讼结果是什么，都有可能会对于整个网红行销的产业带来巨大的改变。看完这次事件，我们觉得 Honey 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愤怒，一方面是因为涉及到的网红声量真的非常的大。当初 Honey 怎么靠网红的声量起来，现在就很容易因为同样的力道快速的黑下去。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是因为这次 Megalag 的指控如果属实那 Honey 等于是背叛了跟自己合作最密切的网红还有消费者。网红这边辛苦业配的行销，但被偷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钱。尤其对于本来就很辛苦的小创作者，不只是没有钱赚到的问题当厂商看到销售数字不漂亮，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业配，甚至会自我怀疑说自己能力是不是不够好，这当然是让人非常的生气。而面对消费者这边Honey 也没有做到帮忙找折扣的承诺，甚至反过来呢让你买贵的东西。两边都得罪的情况之下呢，会业力引爆，当然就不太意外。不过我们从这次的事件呢，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讨论是，有些人质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网红都被骗，他们都不会好好的为自己的业配内容把关吗？那我们也完全认同说，网红应该要有把关业配的责任。但是以这一次的事件来说，我们自己也觉得这次真的太高明，太难抓到了。像是科技开箱大咖 MKBHD 呢，也在影片当中提到 Honey 背后有 PayPal 这家大企业存在，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很乐意呢给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不会有太多的硬性要求，对创作者们呢一直都觉得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另外，因为佣金被偷的问题是发生在其他业配上面，所以即便是那么有经验的创作者发现某个东西卖得很不好，也很难联想到问题是出在 Honey 身上。加上要识破这件事情呢，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就算是科技类的 YouTuber 也都一度遭殃真的是防不胜防，超级难把关。那当然，这也让我们看到，好好的把关合作伙伴，不管是对于观众还是对我们来说，都超级的重要。那我们自己也在思考要怎么样加强自己在这边的把关机制，希望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那最后呢，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目前 Megalag 的爆料影片呢，还只上了第1集，预告还有2集会发出来。再加上呢，诉讼的展开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新资讯，所以上述的资讯可能都会有新的变化，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的。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用过类似的省钱工具吗？你未来还会不会用呢？我还是会用但会小心选择值得信赖的品牌。B 不会用了，这次事件太让人失望了，自己会等尘埃落定呢再来决定。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帮我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Honey 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MrBeast 造假疑云以及网红卖课程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